现在在日本的大阪，这一条是天神桥商店街，非常长，号称全日本最长的商店街。现在可以加入频道会员，一起来当赞助商，支持真心话不冒险。我们现在人在日本的大阪，这里是靠近北边的一个地方，叫天神桥。天神桥也算是这边大阪这边很热闹的闹区。来日本要吃喝玩乐就找 Ruby。我刚吃饱，所以感觉好暖哦，很温暖的感觉，是不是？感觉。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属于天神桥，它是靠近大阪的北边呢。台湾人很多人喜欢这一区啊，比如说天神桥、南生町、上崎町或者是北滨这些地方都是台湾人特别喜欢的区域。那我们今天既然来到这边吃饭了，有没有附近的房子可以看？有啊，当然有啊。有。中崎町捷运走路3分钟。中崎町啊，Nagasaki Machi， 这个地方啊，离梅田只有1站的距离，等于说我从梅田走到中崎町不用搭车，直接用走的，就是200公尺、300公尺就到。然后那一边除了梅田以外，还有一个叫东通商店街，也蛮热闹的。然后离这个天神桥商店街500公尺。我就喜欢中崎町这个地方啊，非常好。然后那边有很多语文学校啊，来日本念日文的人呢，特别都选那边有一间语文学校，真的，那很多台湾人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到中崎町去，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往前走喽。您是不是也想在日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呢？想度假的时候就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但不想闲置在那边缴交高额的管理费以及修缮激励金。这时候你可以考虑日本的一户建，委托给民宿公司来管理。平时闲置的时候可赚取租金报酬，来日本度假时也可以住自己的房子，未来退休时还可以拿回来自己使用，超适合我们的。迎接2025大阪世博会，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参考第一则留言哦。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中崎町的街，Nagasaki Machi， 好像有网友也要一起来看，是不是？对。这个网友好像就在前面那边说，看到我们在这附近，想一起来看房子，也是太妙了哈。那中崎町这个捷运站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几次，之前介绍过那边的塔楼啦，然后巷子里面的曼雄这个区域我算是也是蛮熟悉的。那它这边有一个中崎町的商店街，所以也非常方便。然后走过去那些大楼有没有？那边就梅田，过去过桥就到梅田了，这边也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这个物件就直走往地铁站的这个边网友们都来了我们就等于跟着前面走就对了。我们今天这网友呢，特别从台南过来了，他是台南人嘛，怎么称呼？我姓林，小林呐，你不能叫这口巴亚西。这是怎么会想来日本看房子？看看吧，看看了解一下各国的状况啊。那日本你应该很熟悉吧？是日本有常在看日本片吗？也是有爱情动作片，爱情动作片，从小看到大，我也是哈。所以日本的房子有大概了解有什么形态吗？有啊，大楼啦，社区的啦。我没看，现在要看这是一户建透天的。一户建透天。台南是住透天的吗？对。大套天的，我大中好嘛，大套天的，大开较爽，较舒服。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到现场去好了。超级近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前面这边转过去就是中崎町刚刚那个商店街，那这一块地就是现在他们准备要开发的土地。然后走过来大概1分钟就到中崎町捷运站哦。中崎町捷运站的房子都很贵，所以就是地理位置也好，然后交通也非常方便，因为它捷运站就在旁边，还有机能非常好。你做民宿一定要机能好的地方，你旁边有商店街嘛，所以1、2、3，这应该可以盖个4栋吧。4栋，然后大家很在意的就是买了日本的房子，它的持有成本是怎么样？那持有的成本在一般的这种マンション来讲的话，它会有很多的，比如说管理费、修缮金，还有物业的管理公司的管理费，然后反正持有成本这一种的会比较多。但是我们一户建呢，它比较没有这种问题，它只有故都税跟火灾险。那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嘛？等我那个稍微还要打扮一下嘛？怪谁真搭班之类的？给我们2秒钟。好了，这么快？没关系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车上，刚看的这个是中崎町的一个土地，还没盖起来。我们最新的建案。那这个等于说，如果盖起来的话，大概一户大概要多少钱啊？最便宜的大概1.2亿耶。1.2亿哦。对，但是北区梅田本来就是整个大阪地
价最贵的地方，而且我们有看到政府公布的土地价格，今年大概1平米在380万日元1平米。哦哟，所以我的土地差不多40平米的话，这样就土地价格就1.2亿了。可是我还要盖房子，我还要申请民宿牌照，我还要1.2亿换成台币也才2000多万。对啊，在信义计划区只能买一个厕所跟一个车位。是啊，但是梅田就不同了，你是一整栋，有土地又有建物，你还可以省一些。我们这个项目的话，走到梅田。对，梅田走过去就直接到了啊。在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杨先生。上次我们影片播出去之后，有很多网友都说，哇，这个杨先生的介绍真的非常详细，听了很心动。我就留言说，心动不如行动，大家赶快过来找Ruby，如果不在的话，可以找杨先生。老杨是吧？小杨是吧？杨老师，我们叫杨老师。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能这个预算大概1亿2左右了。那有没有比较小资的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啦，也可以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出发去看另外一个建案，就是南花园町的附近。四支桥线哦，4支桥线可以通到世博，然后后面的孟州赌场，它也是可以到孟州赌场，非常方便。那也是土地吗？还是说？可以先看我们正在经营的民宿，然后再去看。好，那我们直接就到现场去，再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走喽。到了，哇，这个停车场，这个土地也是他们公司的土地，现在也已经都卖完了，准备月底就要动工了，是吗？所以下次来就不能停在这里了。哦，真的？我们房子是在什么地方？在那边哦。开的就会渗水进去，它里面就会容易发霉。而且你看它的地基的厚度跟我的地基厚度完全不是一个体积。而且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讲说，这个一般一户建的这个，它是干挂的塑胶片，你看，塑胶帮啊，然后都用实力控结合，所以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渗水进去哦，就这个会裂化嘛，会渗水，那你就会需要处理。但是他们的这个全部是一体成型的，然后外墙用一种特殊的涂料，然后地基也是一样，你看。这个是没有架高，他们的地基全部架高40公分，可以防尘防潮哦。然后外形也是特别的亮眼，你看这个全部都有这种外饰哦，这是铝框，这是金属框在贴膜，然后整个看起来像木头啊，这嘞。立马差胸嘴，所以有的人在那边讲说什么价格啊，为什么他这个你是要拿来营业的，你外形或者是耐用度没有去兼顾到，那你到时候遇到问题像这个漏水了或者怎么样，你又要花大钱去整理，那你赚的钱又吐回去，也没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而且很多客人的话，他会有一个疑惑，他说，我在日本的那种二手房产网站上看看这种房子也就100-200万，为什么你们要买300多万？说的是人民币了，人民币了。但是呢，这个呢就要说一个，在日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日本买便宜的东西，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便宜的，但是买贵的东西他一定会告诉你。你去吃饭，比如说今天你们一起去吃饭，我们点牛排套餐，你的牛排套餐1500，他的牛排3000，他就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这个3000，因为我这个是和牛，我这个是神户的牛肉，所以它好吃。然后你吃起来，确实好吃，但是他不会告诉你这1000多块钱这个冷冻牛肉，他不会跟你说的，他只是说告诉你好是好在哪里，他不会说差在哪里。像这种房子的话，我就跟你说，就很简单的，你说为什么会差那么多？我拿把锤子进去，我敲开它的墙，它的墙面里面肯定就是保温棉，就最便宜的，因为它建材便宜。那我这里面墙面敲开什么？里面是泡沫，而且它阻燃的。这泡沫你拿打火机烧是烧不起来的。它就是现在欧美用的最多的，就是你看到它拿泡沫喷上去之后，它慢慢就膨胀开来。然后我面板扣上去之后，我所有的里面都是贴合住的，所以它能隔音。然后待会我们进去就能知道，你开窗跟不开窗完全感觉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进房间。那我们直接进来看哦。因为日本现在大部分都还是用普通的钥匙，即便你做 Airbnb 也是普通钥匙，但是他们这边全部用密码的这边是用密码下去开锁，比较安全啊。因为这个会随时变动，那钥匙会被偷打嘛，所以常常东西会被偷。然后这边也有就是装设这个 IPTV IP Cam， 就是数位监控。看到的，所以就是比较安全的这边，所以不用担心。比较安全的。那进来了以后。日本的话，一个叫固定资产税，一个叫都市建设税，合并我们一般就叫固都税。差不多每年的话是在你房子总价的3/1000左右。它是怎么算的呢？就是按政府对你这个房子的估价按100%来算。所以差不多我们现在核算下来，差不多就你房价的3/1000左右。就是很多你在日本买房子有可能买中古房的话，你一定记住。进来它的整个摆饰呢，全部都是含在卖价里面，连这一幅画、这个鞋柜这些东西全部都含在里面。比较简单啊，沙发啊、电视啊，这个也都是全部包含在内啊。
全部包含弄到好。每年的话就是额外的费用。这个也是我们来海外投资最在意的事情哦。你如果买了以后，你还要搞东搞西的，要再买这个，要再买这个，你才能够营业，才能出租，那你就是麻烦了。所以就是民宿这样出租就对了。对对对。所以它整栋这边也都有暖气。不是，这个是空调，它没有定的，它是空调。这个的话是这一栋，那边是89岁。大家好像对这边这个房子很有兴趣哈。那我们接下来他们在聊这边的时候，我们去上面看一下哦。这个2楼的部分呢，就有一个这边应该是房间哦，厕所、浴室。那来日本住民宿最大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不用带那么多衣服，可以洗衣服就对了，然后整套的卫浴，然后它的浴室的部分也支援这种恒温的部分哦，它这个是有恒温的，你的水在里面它是可以循环的，整套的。来，然后也支援4合1的暖风机，所以你衣服如果没干，你是可以在这边里面可以晒干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开灯，哇，大家看一下，你一般的房子是不会盖这样的，就做成民宿这样子做，才有那个氛围感。好，我们再进来，这间就是和室房啊，和室的部分就是一个双人床，下面是榻榻米，然后有一个衣柜，很大的衣柜。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3楼，3楼的部分3楼一出来，它就是一个榻榻米，然后有一个和室，可以在这边泡茶聊天那这个杯具啊，全部都帮你准备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间房间。一个4人床、4人房那边有衣柜都做得很漂亮。那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间房间。是一个双人床，有2个衣柜这边一个衣柜，这边一个衣柜这非常的完整。一家呢3个家庭，10口人都可以住。你们你坐在那边刚好2个贵妇所以刚刚大家上去看了，觉得感觉如何？我们问这个人来，你看完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好像有点勉强蛮有质感，蛮有质感。对，跟以往看到的民宿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对，材质跟我拍的好像也有一点落差。对，实际漂亮很多，是不是？有那踩踏的感觉也不一样。那Ruby是不是本人比影片里面漂亮多了，是吧？本人更美，本人更美，影片就很漂亮。好吧，消除了我的容貌焦虑，很瘦，我又去打针了。不要。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我们网友啊，或者是台湾的好朋友要来这边投资一个民宿的话，就是直接找Ruby嘛。那现在还有物件吗？我看很多好像都已经卖掉了。对，最近买的客人非常的多，像6800万以下的这些还有5000多人，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保留2个还非常不错的，是我的私藏品等一下就被他们买走了，那你怎么影片上去就没了？等一下我再带大家去看我们现在可以卖的一些建案，而且它盖的速度非常快，只要6个月就可以盖好，然后能赶上明年世博会的时候。明年世博会，这个商机还不赶快来抢，到底是在干嘛？赶快来找我。OK， 好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来日本这边赚观光客的钱，大发观光财，也欢迎跟 Ruby 联络，下面第一则留言有他的官方 LINE， 直接跟他联络就可以。那如果你是下次跟这些好朋友一样，想要来这边看房子，也欢迎跟 Ruby 预约。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治真心话。我们先感谢这些好朋友，我们感谢 Ruby， 我们下次见，拜拜。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 Rambell 的一个评比它是